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 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。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，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。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 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 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
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，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。所以，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口毛躁，我才不是！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过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，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，
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，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。 阴天敞开，免得遮光；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、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嗯。 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 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。丁总，小聂是吧？嗯，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，关于 B2空地的事情，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。对，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。行，小婉，哎，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。哎，对了，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，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。好。 所有关于 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一共是1亩2的土地。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？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，想法还不成熟，想和各位讨论一下。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，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。 厂区绿化过于少了，就想增加一点绿化。哎，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？主体建筑要有的，不过不用太大，占地面积200多平方，可以建2层。这个倒是不难。小婉，做一下记录，联系设计公司，让他们出几个图，连预算一起。好的。丁总，华总，坐。哎，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，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？说了。 我就一个问题啊，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？ 哦，那就是 BAPV 嘛，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，对吧？那叫我来干什么？ 这太简单了，大哥啊，你跟他们对接一下。好。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！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，就是黏在椅子上埋头苦读，这什么啊？你也不是很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太好了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。 姐妹，你可以诋毁你自己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，也没听过啊。我还了解得很肤浅，但是大致来说呢，
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，比较独立，就像我们楼顶那样。BIPV 呢，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，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，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、幕墙啊、遮阳棚等部位，和建筑融为一体，更加节能和美观。当然，建造难度也更大。哦，这样啊。做了才知道，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，采购部、技术部、工程部、财务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，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。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。燕姐，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？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是的，人是有很多面的，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。各位，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来，干啥？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，进展神速。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。经过层层筛选，现在只剩3家做最后的竞争。因为价格相差不大，林总给了建议：食堂不能光看价格，也要看口味。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2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，试吃大会就在明天。那我们部门谁去啊？哎，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，大家肯定谁都想去。但是名额有限，为了兼顾公平，经过我再三考虑，抽签。对，这样最公平了，谁都没意见。对。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？里面有2张写的字，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。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。谁先来？抽到我。哎，林总，这么热闹。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宁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。那我先抽了。诺。来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，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
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。一定有问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啊，我是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咱们食堂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大家对我们食堂有意见，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但是，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。这次啊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。为了保证绝对的公平，3家承包商的名字用艺名来代替，分别是红烧肉、锅包肉，还有啊回锅肉。锅包肉是东北菜吗？回锅肉是川菜？不代表菜系，也就是个代号。华总，你也来了？啊，我可是抽签来的。快开始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请大家尊重你们手中的选票。开始，大家排队取菜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，正好饿了，来蹭个饭。欢迎，要不帮你拿些菜？不用了，我去找我们部门的人。好，那边。每个闻着都好香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？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？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好吃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夹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啊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
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念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，红烧肉1票，回锅肉1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1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？啊，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走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，做我私账怎么样？这个糖醋肉看起来不错。哦，花下水。我们来了。食堂变好吃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总结一下，还是坏处多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人变多了，排队太长了。第二，太好吃了，我就吃多了，变胖了。可是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，变胖是因为食堂太难吃，心里不满足加餐导致的。谁？谁说的？世间竟有如此谬论。小狗说的。说起来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啊？都吃上了，不会是没下班就跑过来了吧？来，喝点果汁补充点维生素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只是提前了几分钟而已。羡慕啊！我们头顶2座大山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还羡慕你们呢，每天都有林总这样的大帅哥养眼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又不是我们的。西光，哎，对了，西光，最近食堂变好吃了，你晚上怎么反而总去外面吃啦？快点吃，一会儿12点半人家要送年会礼品过来，我们要去清点的，快点吃。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我想要，那个我也想要，不愧是我们选的东西都那么实用。
这些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想抽到带薪休假。这个谁不想要啊？哎，志勤，啊，一会儿3点，张总、林总和采购部有个会议，你来做一下会议记录。啊，主管，我下午要去厂区的，不确定几点回来啊。主管，啊，我去吧。行，那你也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不躲着林总啦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躲过？你有官方承认吗？受客观因素影响，采购部的许多供应商需要重新筛选建联。林总前一阵子给了我们一份12年公司重点采购原材料的外部询价清单，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了供应商名单。再根据我之前对各大厂商合作下来的印象，我们采购部初步拟定了供应商考核列表。首先是光伏玻璃这一块，我们最推荐的是这2家厂家，奇彩玻璃和明岩玻璃。价格角度而言呢，奇彩比明岩高出5%左右。不过奇彩的品控和产能更稳定，而且这几天我也联系了一下，他们在技术方面又有突破，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实地考察。奇彩玻璃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他们的管理层的确非常注重研发创新与品质监测，你们可以考虑飞一趟去看看。正有此意，我是打算去一趟。我和奇彩的吴总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一次我也飞一趟吧，争取一次把事情谈妥。王琦，你和我一起去。不知道是几号去啊？年前园区有很多会议和活动，之前张总让我参加，我怕时间上有冲突。哎，管理部门这次给我们的这份询价清单做得相当详尽，不知道是谁做的？其实可以考虑带他一起，我这边也带上我们王鑫总。这份询价资料是我最近让小聂整理的。不过王琦提醒我了，临近年底也要看看部门最近的工作安排，也可以就我们3个去，你们先和对方沟通一下时间。好。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。好。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。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希光，你要跟林总出差，就2个人，天哪，我就知道是有情况。叶希光，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，我就要跟你绝交了。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喜欢一个人就会勇敢的去追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被人追求都这么扭扭捏捏。
林雨森说的没错，他追我，并不是我的负担。就算现在我还没完全放下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。我曾经那么勇敢地追求过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同样勇敢地被一个人追求？那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有呀，关系就是你猜对了，他是在追我。真的？很认真，很认真的那种。怎么不回消息？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，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。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，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
西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。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我居然色令智昏，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。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，要搭飞机。小聂，到你了。来了。我有点恐飞。以前接触的都是他们公司高层，还是第一次见吴总本人。原以为只是借着爱乐集团庇佑的二代，没想到对业务这么了解。乐商是这样，低调务实。哎，那今天谈的条件？价格上再压一压。行，那我唱白脸，林总，你唱红脸。那个，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？下了，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姐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落伍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大家把身份证给我吧，我去办入住。好。给我吧，谢谢。林总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小聂毕竟是……没事。我在网上订房的时候找了优惠套餐，可以免费享用行政酒廊，而且每个房间还赠送一个 SPA， 晚上11点结束。大家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小聂做事啊，真是周到体贴。订酒店之前还特意问我酒店偏好，我说什么偏好都没有，我们住一间吧，你看着办。都是同事教的。走吧，在这边。你好 ，SPA 有空位吗？好，我半小时之后过去。有2个空位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是下载太多。小聂，你要不要问问林总那边？
他们男人多半不做 SPA， 正好咱俩一起去。好呀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，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。稍等，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那个，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我讲，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。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，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。来，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。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跟他一样。早上好。我跟你说啊，
陈姐人特别好。陈姐，嗯，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？不是啦，我昨天不是给她带了双皮奶吗？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，是跟你一起出去的。然后她就特别好心提醒我，让我注意公司仪礼。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。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，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。什么借口？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，还有现做的肠粉。有广东特色哦。嗯，是挺不错的。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？我们？林总，你要改行程？我和西光打算退掉飞机票。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，退掉了怎么回去啊？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西光有点恐飞，我也是才知道。正好周末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。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？我刚查了一下，10个小时左右呢。啊，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。这个计划不错。行吧，那回头咱们公司见。小念，回见。陈姐再见，王鑫总再见，一路平安啊！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，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。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，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。我刚好锻炼一下。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？我确定。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，所以林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？包吃包拎包的那种。愿意至极。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？我现在查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。我来规划路线。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？我态度好。那就这样，成交。接下来下去买一个重要工具。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？懂了。懂了。仿佛这个世界上我和你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要。好的。手机不可以，手机壳总可以。谢谢。连我手机上的这个，一共5个，多少钱？借你跟靓仔200块啦。你也靓仔，便宜点，100。100块就100块啦。靓仔，你真係思覺唔知啦。謝謝啊。謝謝。你以後每天上班都用這個手機殼嗎？那不會，廣州限定。那就好。
接下来你想去哪儿？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。是他们俩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吴总和夫人带着小孩去长隆动物园看大熊猫去了，吩咐我们招待2位贵宾。这是我们魏公。你好。你好，打扰了，周末还让你们加班。没事没事。吴总说2位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光伏玻璃花园。对，昨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，当时就想来看看。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您尽管问。哎，那里面请。好。你们打理的真漂亮，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？大概有多少平方啊？2年前吧，大概300平方。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，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？严格来说是不算的，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，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，和 BIPV 还是有差距。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？200平方多一点。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，每小时发电30度。啊，对，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。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处理呀？我们配备了地缘热泵，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，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。地缘热泵储能循环系统，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。魏公。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，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，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回头我把资料直接发给你。行啊，你有微信吗？我们加微信。花园很漂亮，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有微信，我扫你。太好了。好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。谢谢，我通过了。他好像是你老板吧？你让你老板拿包，真的好吗？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，这个项目呢我负责，所以林总带他下手没有关系。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。你们公司氛围真好，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！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好。魏公，你们搞技术的真的是一根筋啊，这都看不出来。看出什么？就拎包啊。哦，后来我想想也正常，吴总有一次也帮我拎过包，我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就这样，下班了。哎，储能问题，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。当然可以，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小小区别。什么区别？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，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，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。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。回去呢，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，到宿舍里读。有道理，书不用买了，我给你。你有？当然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，全靠背后偷偷学习，公司里
才勉强撑得住场面。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？这叫共同进步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了，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上午的老问题：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选 D。开吃。几分？7分。180。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举起的你那确实不错。你好，一共50。偷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。你好，买单。这次我来吧。170。170。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，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我哪有？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。孙悟空，只是画的圆了一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但是你看这里啊，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，表明了身份。我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。对不起啊，大圣哥，我有眼不识孙悟空。不对，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。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，还毛茸茸？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。哎，我们不讨论这个。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！神界的。还分3届？那当然，小时候偶像有点多，不分区排名很难办。那时候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、武力排名。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，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？还好。你呢？我可是乖孩子，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。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。在泥里打过滚，用树枝打败过大鹅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现在去。10点了还早啊？这里是广州，又不是江苏。走吧，我们去排队。明天怎么安排？安排睡觉，我要睡到中午12点。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。好。那晚安。晚安。At a time when you are near,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.
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are near me. In my dreams. 如果你要12点起来，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。什么小惊喜？很小，不一定有效。明天见。什么有效不有效？怪神秘的。明天见。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？小惊喜。全都是美食。早上起得早，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，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。路上吃点东西，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。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，是说这个，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？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，一直吃可能会撑坏。那是怎么办？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，内容未知。盲盒。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？那不是好事。也可以小的。没事，过去了。我还是不乱说。啊，又可以抽美式了，快给我抽一个。这个。鸡仔饼。好吃吗？那不好吃什么？眼光真不错。今天飞机好稳，还剩下这么多美食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当然是送给你。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，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伴手礼。不过作为出资方，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？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，对吧？对，策反名单。周末我没让司机来接，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。苏州没有机场，好麻烦哦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想去趟平安寺，来得及吗？平安寺？去那里干什么？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，一桩大事。
谢谢。我陪你进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你不要打扰我。西瓜，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。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做贼？你就在这看行李吧，我进去了。好。虚渊大神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乱许愿了，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，我可以取消吗？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？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存在着，不要消失。还有，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。许了什么愿望？愿望是不能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、最奢侈的群体化愿望。群体化愿望。对。那冒昧的问一下，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？你嘛，你单列一条。待遇这么特殊？是的。哎，好吧，就是，就是希望下星期年会的时候，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，放假7天什么的。就这个？当然啦，做人不能太贪心的。啊，好啦，我这都许完愿望了，我们回苏州吧。小林，打车。老板，有2份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就做出来2种截然不同的方案？只是比较粗略的版本而已。主要是想请老板确认一下方向问题，不过各部门的确速度很快，很配合。这个呢，还要谢谢你。怎么说？从广州带回来的美食盲盒呀，我回苏州当晚就叫了认识的也住在公司的女同事们一起来吃了。后面有事情呢，他们就很积极，大家能力都很强，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。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，也可积极了，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。这2种方案，你更倾向于哪个？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，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，具备落地可行性。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BIPV。毕竟双远、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不过这2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。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？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。毕竟国家现在在提倡节能减排，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犹豫预算呀。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，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。但是我一看到预算，我还是很纠结。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，
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，吃掉一些现金流，是不是有必要呢？你考虑得很周到，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。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，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，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，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。对哦，还有示范性作用。总之，你放手去做。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，我还不至于说批不出钱来。老板，这是你最帅的时候了。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。林总，工程部丁总和财务部吴总过来开会了。那你先去开会，等你忙完我们再说。你也起来听听吧，都是工程建造，或许听一下对你有帮助。好。厂房的2期工程是停工后的复工在建，中间隔了一段时间，项目上难免有一些人员变动和对接不到位的地方，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。经过我们工程部的协调，大多数的困难都内部消化克服了。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工程可以在3月末竣工，后面相关单位验收还要麻烦管理部配合。我们会提前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今天施工方也跟我提了一下，下个星期一就是第3笔进度款的最后付款期限，可能还是要麻烦咱们财务部配合按时打款。没问题，只要对方开的发票及时，我们随时配合。不过，林总，我们这边还是那个老问题，股东应付的厂房2期工程款迟迟没有完全到位。后来在林总你的调度下，我们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资金问题。但双远是合资公司，2期工程建设是股东会决议是全票通过的提议，施工进度到现在这个阶段，远程的投资款却迟迟没有到账，实在是过分了。远程那边怎么说？我们和远程的财法部门也多次沟通过了，他们回复的还算积极，但是行为上却迟迟没有动作。如果下个月资金再不到位的话，咱们法务部可能要联合盛远，正式向远程发函了。喂，亲爱的姐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亲爱的弟弟我放假喽！亲爱的姐姐，感受到你的喜悦了，但是请你注意人品，不要像还在上班的人炫耀。哎呀，你别卖惨嘛，要不我去苏州看你？别，我忙死了，马上还要忙年会，你别给我捣乱。今年不是在我家过大年夜吗？然后飞白山，没有几天就能见到了。你就随便说说，谁要真去苏州了？哦，对，说到长白山，我问你，大人们都答应去国外滑雪了，你干嘛要突然改成长白山呢？你长白山怎么不好啊？你不要远香近臭。长白山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滑雪场，周边东西又好吃，去国外饿死你。干嘛这么凶啊？嗯？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这你也能听出来？那当然了，不会是剩下那个外孙副总又为难你了吧？没有，不是他，他还安慰我。啊？安慰你什么？我们公司不是在扩建2期厂区吗？我今天跟工程部、财务部开会才知道，原来我爸一直拖欠着扩建款，再不付的话，公司都要发函了。还有这事儿？是啊，我知道以后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好尴尬。哦，那可能是前姑父那边周转不过来了吧？不过这种工资层面上的事，你干嘛要代入？在商言商，大不了拿股份抵落。没拖欠员工工资，你就不用干他。
好吧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林雨森也这么说。嗯，你跟这个林总盯着关系越来越好了啊？那肯定的啊，那时间久了，人家肯定会被我的善良可爱感化嘛。行了，挂了，说不下去了，姐。哎，我先挂，拜拜，带您也见。拜拜。